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种一种非常有营养，而且非常好种，采收期也非常长的蔬菜——羽衣甘蓝 （Kale）。这是去年秋天我拍的别人种的羽衣甘蓝，看看这个高度，就知道它的采收期有多长了。奥克兰的气候条件，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Kale。它对土壤的要求不是特别的严格，我们只需要在种植之前呢，把土挖松。这一小块地是我刚刚收获完蔬菜，还没来得及在里面加任何的肥料。Kale 的整个生长期的所需营养就靠我们现在加的这一小把羊粪。把羊粪和土壤先要混合一下，千万不要把小苗直接种在了羊粪上。我种的不多，所以就直接买了一盒苗，一盒6颗。Kale 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它含有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， 对我们眼睛的健康非常有帮助。它含有的抗氧化剂又能保护我们的心脏、降压、抗炎。同时，它还含有一些我们平时摄取不够的矿物质，像钙、钾、镁。相比其他深色的蔬菜，它的草酸盐的含量又相对较低。草酸会阻碍我们身体吸收矿物质，所以有一些草酸含量高的蔬菜，我们需要焯一下水，然后再烹饪。Kale 就不用了。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和饮食的均衡，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家里种几颗 Kale。2个半月过去了，在这中间我只是偶尔浇点水，再也没有追过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可以持续的采摘 Kale 了，是不是特别的好种？Kale 的适合生长温度是15到25度，这个时候呢，它们生长的速度最快，也长得最好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超过25度 ，Kale 也能生长，就是叶片的背后容易生白粉病，还有白粉虱，那种小小的白色的小飞蛾。到了天热，为了避免这些病虫害，我用的方法特别简单，就是及时采摘 Kale 的嫩叶，不要等叶子长大了，长得这么密。Kale 对阳光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，阳光多一点就长得粗壮一点，叶片的颜色深一点；阳光少一点呢，叶片的颜色就淡一些。这是我在康搜申请的一块小菜地，每周我会来1到2次。今天我会把下面这些深色的叶子全部采收，因为等到下周呢，它们就会老了。Kale 有很多品种，也有不同的颜色。我种的这是卷叶的 Kale， 这个品种很受种植者的欢迎，因为它口感好，容易长，而且不容易生病。现在看上去不那么拥挤了，旁边这些大的叶子呢，下周我再来的时候就又可以采收了。这就是今天的收获，6颗，是不是产量很高？把它装在袋子里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虽然 Kale 的营养很丰富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其实 Kale 的做法很多，我们可以炒、做汤，甚至可以包馅，网上都可以查到。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。其中一个最普遍、最快的方法就是烤着吃。今天我们就用空气炸锅和烤箱分别来做一个烤 Kale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，才能让我们烤出来的 Kale 更好吃。我们首先把 Kale 洗好，只要叶子不要净，然后沥干水分，然后把叶子撕成合适的大小。淋一些可以耐高温的油，有一些橄榄油是不可以耐高温的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我用的是新西兰当地产的牛油果油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盐。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盐千万不能加多，我们可以先少加一点，等好了之后觉得不够再加。当然，你还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其他调味料，我们只需要多多尝试，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口味。
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搅拌的时候，尽量的把油均匀的包裹在每一片叶片上。如果包裹的不均匀，没有包裹到油的叶片，吃上去非常干。今天我们用空气炸锅和烤箱一起来做一个烤 kale， 看看有什么区别。空气炸锅我定在170度5分钟。烤箱我用180度10分钟。实际上，在整个的过程中，我会时不时的观察，一旦好了，我会马上拿出来，因为烤箱的余热会让 kale 的叶子很快变糊。这是空气炸锅做的，170度5分钟，刚刚好，颜色很好，也非常酥脆，一点也不焦。让我们再来看看烤箱烤的，烤箱烤的颜色不是特别均匀，可能我的烤箱受热不太均匀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烤箱的温度多尝试几次，找到最适合的温度。烤 kale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，油我们尽量的拌得均匀一些。第二呢，我们加盐的时候一次不要加的太多。第三就是要掌握好烤制的温度，尽量不要烤焦，因为烤焦了呢，它的口感就发苦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kale 不好吃的原因。大家只要注意以上3点，并且根据自己家烤箱的温度多多尝试，就一定能够做出满意的烤 kale。它是非常营养健康的小零食，也非常适合小朋友，很值得一试。既然 kale 的营养这么丰富，而且它又那么好种，对土壤和阳光的要求都不是很高，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可以在家里尝试着种上几颗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帮助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